人，将军回来了。3年了，你终于肯回家了。夫人，这里是您的卧房。看了这么多穿越小说，终于轮到我享福了。芝兰，我是不是有个帅哥老公？我娘家是不是特别有钱？那是自然，咱们沈府富甲一方。您当年的陪嫁足有62担，轰动了整个京城。可3年前沈府毁于战乱，您的家人无一幸免，将军从此便对您不闻不问。更糟的是，老夫人的田产生意年年亏损，将军前线的军需补给也全从您的嫁妆里支取。62担嫁妆，就只剩下这2担了。原主居然这么惨，还是个倒贴渣男的恋爱脑。夫人，您去找将军求情吧，也许能挽回他的心呢。我又不是垃圾箱，回收这种人渣做什么？他要真的有心，我能被他打成这样吗？那您的意思是？当然是把这些年倒贴的钱都要回来。我得替人主好好算算这笔账。沈思贤，我与景山出生入死，感情何须正妻名分来证明？只是我萧家儿女凡事争强好胜，你让我做妾，就是辱我将门脸面，这不就是想占便宜又怕丢人吗？萧将军真是文武双全，能把又当又立说得这么冠冕堂皇。放肆！你不就是想过母凭子贵的日子吗？这些年景山把你像米虫一样养在将军府，再养几年又何妨？米虫？你可知裴景山征战3年，是谁操持府中大小事务，让他不必为家事分心？又是谁在朝中打点周旋，助他平步青云？要不是我拿嫁妆贴补，这将军府早垮了。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那也是你身为正妻的本分。云溪把抚养长子的机会让给你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恩赐。你这种人的后代，谁爱养谁养。芝兰，准备笔墨，我要和离。你敢跟我和离？夫人，您孤身一人无依无靠，千万不能冲动啊！景山，别被他这楚楚可怜的把戏骗了，他不过是想博取你的同情罢了。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心软？3天后我就要迎娶云溪，沈思贤，你好自为之。大哥，我是真的想离婚。夫人放心，您的婚事是皇上下旨赐婚，老爷绝不能赶您走。这么说，只要皇上收回旨意，这婚他就必须离。收拾行囊，我要进京告状。哀家听说你同意将军府纳妾，你怕是忘了，将军府里还有你一位妹妹吧？儿子不敢。沈思贤刚出生就被您收为义女，更是朕的义妹，如此尊贵的身份，裴景山想必不敢造反。沈家灭门后，思贤甚少入宫，谁又能知道他和哀家的关系？远嫁女子没有娘家撑腰，你可知他现在是何种处境？父皇，沈思琪在殿外求见。他跋涉百里前来申冤，已经等候3个时辰了。申冤？让他进来！哀家倒要看看将军府有多大的胆子，敢让我女儿受这委屈！
贤，傻孩子，这么热的天，你怎么能一等就是3个时辰？思妍不敢惊扰太后，只是心中委屈无处诉说。义妹，可是因为裴景山纳妾之事，朕现在就下旨，明令禁止这桩婚事。义妹，这下事情好办多了。还请皇兄成全这桩大好姻缘，思今自请与裴景山和离。合离？思晋，当初可是你向朕求旨，说此生非裴景山不嫁，怎么如今反悔了？不，我不愿做插足他人婚姻的第三者。景山与云溪将军情投意合，将军府上下都为此庆贺，我愿意成全他们。天下女子的成全2字背后，哪能没有心酸？哀家知道你定有未说出口的委屈，只是和离乃头等大事，如今沈家只剩你一人，离了将军府便无依无靠，你可曾想过日后的日子？沈家虽已衰没，老宅也荒芜多年，但那里终究是我的家。臣女打算带着2箱嫁妆回去，余生为沈家守着这祖宅。你只剩2箱嫁妆？当年你嫁入将军府时，随嫁的62档财宝何等风光！妹妹，这些年你究竟受了多少委屈？思妍，你放心，往后皇宫就是你永远的家，朕成全你的一片孝心，准你与裴景山和离。你这就回去收拾行装，朕的圣旨随后就到。你随朕去一趟将军府。思贤若平安无事便罢，要是裴景山敢让他受半分委屈，朕绝不轻饶。儿臣遵旨。皇上竟然真的赐您和离了。夫人，不对，小姐，我们以后怎么办？把账算清楚，咱们回沈家。沈思贤，你竟敢拿和离威胁我儿子！老夫人息怒，我家小姐也是被逼无奈。少废话，把他带到祠堂跪下认罪。他要是敢反抗，直接上家法。你们的月钱都是我发的，要是不想干了，就碰我一下试试。你们给我回来！沈思贤，这将军府什么时候轮得到你做主了？将军府几10口人都是我养活的，我不做主谁做主？难怪裴景山不肯和离，我简直是你们家的活财神。这平日里的受气包怎么突然有底气了？不行，现在还不能跟他撕破脸。思贤啊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。你母家只剩一座空宅，离了将军府，你一个人怎么活呀？您老说的对，以前我养活江府几10口人，现在这钱只给自己花，日子岂不是比神仙还快活？你，娘，您放心，沈思贤舍不得离开我，他还特地进宫求情，现在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。你说什么？皇上都知道这件事了？千真万确，他向皇上求情，想毁了我和云溪的婚事。可惜他打错了算盘，皇上怎会为了一个沈家遗女，拆散我和云溪这样的功臣？裴景山，你胡说什么？我明明是请皇上下旨和离。哼，这3年你对我死心塌地，我还不清楚你的心思。沈思贤，就算你再想得到我，也不该葬送云溪的幸福。你自恋的时候能不能别扯上我？我嫌你恶心。少废话！你现在就签字画押，把正妻之位让给云溪，再拿出1万两给他们筹办婚事。1万两，老夫人，那可是我家小姐的全部身家啊！绕了这么大一圈，原来是盯上我的钱了。我凭什么答应你？男人3妻4妾本是常事，你为这点小事扰皇上，他要是怪罪下来，
除了我们，还有谁会帮你说话？只要你把钱交出来，将军府就是你永远的家。真的？可这也用不了1万两吧？哦，确实用不了那么多。迎亲办酒席，3000两应该够了。还有聘礼呢，再加5000两吧。对对对，还是思倩想的周全。一言为定，那就让他改口吧。改什么口？改口叫我娘啊！不然你又不是我儿子，我凭什么给你掏钱？沈思兄，你敢耍我！我看你是欠教训了。想动手？我前世可是世界武术冠军。裴将军，龙虎山的黄天师带人来了，说有要事找您。娘，我之前请天师为战士做法祈福，欠了他不少钱，他肯定是来讨债的。来得正好，沈思前忤逆犯上，就让天师给他驱驱邪，再让他把钱补上。这事交给我。黄天师大驾光临，老身有失远迎。老夫人如此急着找我来，是有什么要事？不瞒您说，近来将军府家宅不宁啊，那儿媳自儿子回来就性情大变，整日疯疯癫癫。想请大师算算，是不是府里招了邪祟，才这样？我这就为你看看。大师，怎么样了？不妙，将军府邪祟横行，恐生大祸。那有解决的办法吗？老夫人放心，既然你找了我，我自然会为你化解。这汤用5种毒虫入药，只要让那中邪之人喝下这5毒汤，将军府的邪祟必能驱除。5毒汤，哼，喝下去不死也得脱层皮。沈思璇，这下有你好受的！快把沈思前叫来，我要让天师给他驱邪。哟，老夫人这又是唱的哪出啊？沈思璇，大师寺算你中邪一身，赶紧把这5毒汤喝了，给将军府去晦气。你说我中邪，我就中邪，拿出证据。嘴硬是吧？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天师，请。这罗盘是我祖上所传，能精准定位邪祟所在，指针所指之处便是邪祟。这可是将军府的御用道士，沈思璇，你死定了！沈思贤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老夫人愿意牺牲自己，思贤佩服。你说什么？不好，老夫人，这指针显示您才是将军府的邪祟之源呐！我是邪祟？这不可能！裴景山欠你的钱我出双倍，不过你得配合我做一件事。全凭夫人吩咐。算计我有什么用？有钱才是硬道理。天师，一定是你搞错了。我为将军做法祈福，老夫人这是在质疑我的法力吗？邪祟不除必成大祸，为了将军府的安危，请老夫人速速喝下这5毒汤。拿走！我不喝！哎呦，我肚子疼！还不帮老夫人服药？简直不像话！沈思璇害我娘整整拖了1个时辰。他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。等我收下聘礼，成为正妻，他就是妾室，以后再也没资格插手府中事务。说起这事，云溪，我家的聘礼恐怕要晚些给你。你我并肩杀敌，连性命都能托付，聘礼晚几天又有什么要紧？几天不够，可能要等到明年。明年？裴景山，我的聘礼只要5000两，将军府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吗？云溪，我1年的俸禄也才几百两，5000两可不是个小数目啊。不过我娘说了，只要把沈思妍休了，按律法她带不走任何财产。
他那2档嫁妆虽看着不多，实则价值上万两银子，到时候聘礼、婚宴就都不成问题了。那还等什么？若非为了在将士面前立威，我怎么会收你的聘礼？我萧家儿女本就金贵，你当我是菜市上的萝卜，能随便贱卖吗？云溪，沈思贤早就架空了将军府，他是想以此要挟拆散我们啊！那个贱人又想坏我的好事。本朝律法规定，女子一旦被休，就不得带走夫家任何财产。景山，你可是他的夫君，只要你休了他，他不就什么都带不走了？老夫人，燕窝炖好了。这是我花钱买的，想喝啊，找你儿媳妇要去。你们干什么？谁让你们搬的？这是我从母家带来的红木家具，自然要物归原主。芝兰，桌上的东西也别留下。沈思贤，这将军府被你闹得天翻地覆，你到底还想怎么样？等皇上的圣旨一到，我就和裴冰山和离。奉劝老夫人把欠我的钱准备好，否则到时候就是抗旨了。别痴心妄想了，沈思贤，你什么东西都别想带走，因为本王要休了你。本朝律法规定，凡被休者，不得带走夫家任何财产。沈思贤，这是你犯下七出之罪的代价。对，休妻，早就该把这个祸害休了。正所谓无毒不丈夫，是你挑衅在先，我才出此下策。你说我犯了七出之律，可有凭证？你目无尊长，此为一；无育子嗣，此为二；蛮横善妒，搬弄是非，随便哪一条都足够把你赶出将军府。这些都是你的一面之词，有谁能证明？我能证明，我也能证明，我们都能证明。我有叔父姑母和一众亲人可以作证。沈思贤，你家又有谁能为你撑腰？臣恭迎殿下。皇上，您怎么亲自驾临了？朕听说将军府最近很是威风，沈思贤在哪里？正在将军府，皇上请随臣来。沈思贤，你现在跪下，在我家人面前为之前的所作所为道歉，我或许能放了你吗？你们仗势欺人，还想让我道歉？做梦！你放开我家小姐！芝兰，贱婢，你敢放肆！你敢动我的人！沈思贤，你竟然会武功！他的武功绝不在我之下。沈思贤，你会武功？她一个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，怎么可能习武？你再敢碰我的人试试！沈思贤，你袭击将军，折辱将门，犯下云国10大恶罪之一，你不仅要净身出户，还要受牢狱之灾。没想到将军连我一拳都接不下，还要女人为他出头啊！你找死！将军，愣着干什么？把他给我抓过来！为了私吞嫁妆，你们还有什么做不出来？这就是所谓的将门荣耀吗？将门，你以为在将军府偷学了一招二式就能和我相提并论？笑话！我怎么可能败在你手上？区将军府不过如此。10大死士何在？小姐，在这张休书上签字画押，否则别怪我对他下手。卑鄙小人，你就不怕皇上降下责罚吗？皇上怎么会为了你一个弃妇撑腰？你还是滚回神府，自生自灭吧。住手！皇上，您怎么来了？父皇万岁万岁万岁！裴景山，你对思璇做了什么？裴景山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强迫思璇！末将不敢，请皇上明察。你不敢？这8大死士是朕赐给你保护将军府的，你却让他们对付自己的夫人。皇上，是沈思贤袭击在先，将军才出此下策。你是说堂堂平南将军打不过一个弱女子？你们都退下。皇上明鉴，臣妇只会和离，他们却想要我的命。沈思贤，你少在这里装可怜。你要真想离开将军府，为什么不肯在休书上签字？
你还想休了思贤？末将早就看穿了他的把戏，他所谓的和离，不过是借口而已。沈思贤，你先去宫中求情，又演了这出苦肉计，不就是想博得皇上同情，让他反对我和云溪的婚事吗？只可惜这种口是心非的把戏，只骗得了你自己。你区区一个沈家弃女，再怎么费尽心机，也只是个笑话。皇上，你说他是笑话，沈思贤接旨。朕准你和离，与将军府再无瓜葛。再赐你世爵身份，为沈府复兴荣耀。什么？世爵？那可是代代承袭的尊贵身份，地位远在将军之上。皇上，这份荣耀，思轩担待不起。朕知道你别无所求，但你需要一个身份重振旗鼓，更何况沈府世代忠良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谢皇上隆恩。裴景山，只要你把思璇贴付给将军府的钱还清，你们就算两清了。思璇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和离的事情咱们再商量吧。君无戏言，不和离那可是抗旨，咱们都要掉脑袋的。母亲放心，他这3年最多花了几千两，将军府家大业大，我们还得起。这账要是真的，我修不修他都没用，这婚他离定了。云溪那5000两聘礼，还得从别处想办法。10万两，将军府怎么可能欠了你10万两？沈思贤，这肯定是你做的假账。这3年积少成多，账上写的清清楚楚。裴将军要是还不起，不如让云溪小姐慷慨解囊吧。我凭什么要我还？你看中了我正妻的位子，自然要担起正妻的责任。你迟早是将军府的人，连这点担当都没有吗？沈思贤，你故意挖坑给我跳！云溪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帮我儿渡过难关，娘不会亏待你的。云溪，你对我的情谊，连这10万两都不值吗？云溪，你从来是金钱如粪土，难道你是装出来的吗？好了，不就是10万两吗？明天一早我派人送去沈府。皇上，你看，他们真是情投意合，天作良缘啊！朕念你们为国效力，此事便不再追究。日后再敢仗势欺人，莫怪朕不留情面。思璇，你跟我来。末将恭送皇上。沈思璇，你害我吃了这么大的亏，我和你没完！邻国屡犯边境，朕还要倚仗将军府平定战事，只能轻饶了裴景山。思璇，你不会怪朕吧？当然不会。如果爆发战事，思璇也愿为国效力。毕竟除了拳脚功夫，我还有现代人的知识。想不到你还有这等觉悟。你是沈家独苗，还是照顾好自己要紧。要不是为了你，朕也不会对裴景山网开一面。沈思贤居然为了我向皇上求情，我和他一拍两散，他送我的定情信物也没有留下的必要。这就是我家，怎么脏成这样？小姐嫁去将军府后，沈府就彻底无人照看了。哎，哪来的乞丐？这可是我家小姐的祖宅，赶紧出去！思贤小姐，这位大神，你认识我？我是沈府最后一个仆人王芳，老爷夫人对我有恩，我自愿留下来守门。娘，小宝，快过来，这就是咱们沈府的思寻小姐。见过小姐。这3年，你们娘俩就过这种日子。沈家有我在，我不会再让你们挨饿受冻。小姐能安全回来就好，奴婢不敢奢求别的。小姐，你带回来这么多钱，这是萧家赔给我的。我现在可是皇上亲封的世爵，以后谁也别想欺负咱们。世爵，老爷和夫人泉下有知，也能瞑目了。王婶，修缮沈府招买杂用的事情就交给你了，需要多少钱尽管来拿。小宝拿好，姐姐带你吃大餐。
沈思贤用我家赔的钱，把整个省府都改头换面了，我却连你的聘礼都没收到。裴景山，这个婚你还想不想结了？当然想了，可将军府实在拿不出钱来啊。朝廷不是刚发下来几万两军费吗？你先拿来把婚结了再说。你要挪用军费，那可是死罪。云溪，挪用军费可是杀头的死罪。我父亲已经邀请全城权贵参加婚宴，连云国元勋霍老将军都要出席。再这么拖下去，我萧家颜面何存？霍老将军也会来。若能拉拢他来举荐，你我未来前途无量啊！你先用居费把婚礼办好，再用收来的礼金补上，此事你知我知，不会被发现的。好，那我就准备10里红妆，让你风光大嫁。小姐，府里都收拾干净了，辛苦王婶了。小宝呢？我去叫他回来吃饭。我去就行了。小姐好好休息，就别出门了。王婶也听说将军府娶亲的事了，我是怕小姐撞见迎亲的臣子，触景生情。他们的事我不会放在心上。咱们去叫小宝回来吃饭。看什么看？还不快滚！小宿主，你敢冲撞萧将军！住手！小宝，你没事吧？这位军爷，我孩子犯了什么错？你要下此狠手！是他自己不长眼，冲撞了我家夫人。我没有，是他先推我的。你还嘴硬是吧？小姐，你什么时候会武功了？自学成才，对付他们绰绰有余。连将军府的将士你都敢打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原来是萧将军啊！别说这群臭鱼烂虾了，你和裴阳山不也被我打得抱头鼠窜吗？少废话！今日我和景山大婚，全城人都要给我让道，你凭什么拦在这里？让你是情分，不让是本分。再说是你的人先对孩子动手，大伙都看在眼里。这将军府也太欺负人了。就是，连孩子都不放过。明明是那个小屁孩撞到我的轿子，谁看见了？这锭银子就归谁？我看见了，是那个小孩冲撞了萧将军。我也是看见了。你们怎么睁眼说瞎话？本将军今日大喜，你们也来沾沾喜气。这银子上有官印，萧云熙竟敢挪用军费。沈思贤，让那个小东西给我鞠躬道歉，然后乖乖让路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小姐，您和萧家已经结仇，不能为了这点小事再生事端。小孩子受点委屈不要紧的，小宝乖，快去给将军道歉啊！没做错的事，不能忍，更不能认。萧云熙，你现在离开还来得及。你们可都看见了，沈思贤知错不改，还出言叫嚣。萧将军赏罚分明，一定要好好教训他。本朝有律，冲撞官驾者，杖责20。本将军念及孩子尚小，就让他的母亲代为受罚吧。娘，小宝！你们放开他！沈思贤，你敢动手，本将军就治你一个妨害公务之罪。那挪用军费、私吞官银的罪名，你担待得起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请这位大哥看看，银子底下刻的是什么？云国关注银锭，萧将军，这官银我可不敢要啊！沈小姐，那孩子确实是无辜的，是我财迷心窍了。堂堂将军府，竟然挪用军费私吞官银，你们还不放人？小宝，萧云熙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我，沈思贤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景山，裴将军来的正好，我刚想问你，这朝廷发放的军费，怎么到了你夫人手里？这一定是银库搞混了。对，我也是不小心才拿错的。我懒得听你们狡辩。萧云熙，你放任下属欺压百姓，你必须给他们道歉。我给他道歉？不可能。那咱们就去银库看看，原本的军费还在不在？够了！我就知道景山一定会给我撑腰。云溪，
去给他们道歉。什么？云溪，去给他们道歉。我道歉？你知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难堪？军费的事不能暴露，只能先委屈你了。是我做的不对，这也叫道歉？本将军御下无方，惊扰了各位街坊，此事将军府全责。你革除军职，罚1年军饷，这笔钱就赔给你们，聊表歉意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阿姨，我原谅你了。我堂堂武将，官从8品，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给一个小孩子道歉！要不是你粗心大意，怎么会被沈思贤抓到把柄？赶紧回去吧。你去哪儿？所有宾客都等着你拜堂呢。霍老将军马上要到了，这小云溪怎么还不回来？不好了，将军，夫人出事了！什么？云溪出什么事了？夫人和几个将士在街边买醉，一言不合就把店砸了。大婚当天，他竟然做出这丑事！霍老将军路过，训斥了夫人几句，他竟然当街和老将军叫板，老将军勃然大怒，眼下已经把夫人押去军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娘，他只是要将军府死啊！你呀你怎么娶了个母老虎进门了？我这就去求老将军放人。他有错在先，你求有什么用？霍老将军和沈家是世交，能找他卖人情的，恐怕只有沈思宪了。娘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顾着脸面？快去沈府找他求情！沈思贤，你现在就跟我去军营，给老将军跪着赔罪。你在说什么？你还在装无辜？要不是你争风吃醋，云溪也不会闹到这个地步。我争风吃醋？你在云溪出嫁当天和他作对，不就是想挽回我吗？只要你帮云溪一把，我就允许你回将军府做妾侍奉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大哥，你自恋也要有个限度，好吧？你故意把我送给你的定情信物留在将军府，还说这不是你的把戏。你误会了，这只是我丢掉的垃圾而已。这只是我丢掉的垃圾而已。随你怎么嘴硬，你现在就跟我去军营。霍老将军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军费被盗之事，老夫已有耳闻，今天老夫就来要一个说法。糟了，萧云溪不会说漏嘴了吧？沈思贤，你私吞官银，该当何罪？老将军，你弄错了吧？明明是他们2个挪用军费，死到临头你还在嘴硬。老将军，他离开将军府那天带走了1箱财宝，军费就是被他偷走了。你胡说，这钱我看过，里面绝对没有官银。你以为把官银藏在最下面，就能瞒过老将军？我才不会赔他那么多钱，把箱子下面的都换成官银。你竟然偷梁换柱！老将军，你听我解释。沈思贤，老夫从小看着你长大，没想到沈家竟养出你这样的奸诈之徒。沈思贤，你父母死于战乱之下，你这么做，如何对得上沈家人的在天之灵啊？思贤不敢忘本，更不会做出盗窃军费这样大逆不道之事。此事是有人栽赃，人赃并获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请老将军给我1天时间，司音一定能自证清白。你等得起，前线的将士们等不起。今早多罗国发动攻势，前线急调粮草，
后方却无银钱可用，这样危急存亡的关头，你的清白有什么用？来人呐！属下在，把沈思贤押送刑部。将军，沈思贤，这就是你和我作对的下场。且慢！末将拜见太子殿下。老将军请起。军费被盗之事，父皇有耳闻，于是派我来协助一二。不劳太子费心，罪魁祸首已经找到了。我愿为思言担保，他绝不会做这种事。殿下这么做，想必有自己的道理，但眼下的问题是军费短缺，他可解决不了问题。将军此言差矣，我有办法帮前线渡过难关。你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，从未上过战场，竟大言不惭能帮助前线，连我云溪都不敢夸下海口。沈思贤，你还真是自不量力。思贤，这种话可不能随便说。当下燃眉之急，一是钱粮，二是军策。老将军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军策战术有您坐镇，自然不必担心。只要让全城权贵捐款筹钱，军费问题也能迎刃而解。哼，说的简单，这第一笔钱谁愿意交啊？我来，沈家愿出万金之数支援前线，1万两黄金。沈思贤，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？你只要知道，连我一介女流都愿意慷慨解囊，那些权贵名门绝不会无动于衷。好，将军府拿出5000两白银，召集全城捐款。你到时候要是拿不出来万金，思贤愿受将军处置。老夫信你最后一次，你最好说到做到。我期待你的精彩表现。思贤，你知不知道1万两黄金是什么概念？书中自有黄金屋，我知道一本书，价值远超万金。孙子兵法，我熟读兵书，怎么从没听过这本孙子兵法？这是我前世背书背下来的，你当然没听过了。你所谓的万金，就是这本兵书，这真的能让老将军满意吗？请太子拭目以待。将军府出资5000两，号召各位慷慨解囊，为我前线将士保驾护航。愿上苍保佑我云国国运昌盛，福色绵长。各位也都听说了，沈思贤扬言捐赠万金之数，否则就要被送去刑部受罚。今天就请大家做个见证。沈小姐，请吧。这本兵法就是我要捐的万金。沈思贤，你闹了这么大阵仗，结果只掏出这么本破书，就这你也敢说价值万金？此书36记，包含战场上的万般变化，价值可合，一看便知。调虎离山，打草惊蛇，简直是狗屁不通。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各位，这本兵书一文不值。给我看看。沈思贤，这本兵法真是你写的？沈思贤，这本兵法真是你写的？我曾在梦中得到一位高人指点，他便是孙子。景山，这东西有那么好吗？此书精妙绝伦，远超本朝任何兵法，我从未见过如此奇诡的谋略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写得出来？萧将军似乎忘了，当年我沈家被敌军围攻，浴血奋战到最后一人。我要用这本兵法，为我战死的家人证明。一本书而已，你还真把自己当成巾帼英雄了。我倒有一个问题要问你，
裴将军一眼就能看出兵法精妙，爱不释手。怎么你出身江门，战功赫赫，却对这本书的价值一无所知？难不成萧将军的功名只是徒有其表？对啊，萧将军刚还说这本书一文不值，你看裴将军的样子，这不是在打他夫人的脸吗？沈思贤，你不过是在景山的耳濡目染下，听到了一些兵法的皮毛，写进书里借花献佛而已。我看不起这些东西，再正常不过了，是吗？那萧将军在兵法上都有什么高见？你如此眼高于顶，倒是说给大家听听啊！你如此眼高于顶，倒是说给大家听听啊！我为什么要回答你？你写的再好，也只是纸上谈兵，我又怎么会和你一般见识？不如萧将军和我切磋一场，看看我们在实战上的差距。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这可怎么办？裴景山，你看够了没有？赶紧说句话呀！沈思贤，你答应老将军的是捐献1万两黄金，可现在只有一本书，这根本不算数。兵者诡道，此书在战场上发挥的价值，绝非万金没能衡量。在场诸位能断定此书价值，你就别自卖自夸了。老将军马上要来清点捐款，咱们打个赌如何？好啊，我已经托人将兵书送给老将军评判，如果他觉得此书价值不够万金，我就变卖沈家祖宅，补贴军费。此书非同小可，你还是别读了。我相信自己的眼光，就算你看得如痴如醉，这本书也未必能入得了老将军的法眼。若老将军认定此书价值万金，我萧云熙愿解甲归田。云溪，你疯了！将军的身份也是能拿来赌的吗？你还有没有敬畏之心？我就是看不惯他事事压我一头的样子。大伙可都听见了，咱们一言为定。现在只能祈祷老将军看不出这本书的独到之处了。霍老将军，这就是沈小姐捐献的1万两黄金。一本兵法，他居然敢拿这种东西来糊弄老夫！这真是思妍写的，此书定能扭转战局。我要派人千里加急，送去前线。老将军，他们还在将军府等您呢。报！老将军人呢？将军看完兵法后一语不发，甩甩手就走了。什么？他连捐款都不来清点？难道是他觉得兵法一文不值，一气之下就走了？沈思贤，看看你干的好事，能把老将军气成这样，你还真是有本事啊！不会吧？这个世界的人这么不识货？愿赌服输，你完了！还愣着干什么？立刻查封沈家宅地，再把沈思谦押去刑部。立刻查封沈家宅邸，再把这个罪人押去刑部。住手！本王看你们谁敢妄动！太子殿下怎么也来了？今日之事，恐怕难以收场了。二位将军，你们上次滥用私刑的后果，怕是忘干净了吧？太子有所不知，沈思贤在全城面前夸下海口，却只拿出一本破书，滥竽充数。本王正是为了这本兵法而来。此书事关重大，本王已连夜送入京城，交由父皇评判。在父皇答复之前，你们不能轻举妄动。太子不必等了，
霍老将军看罢此书，气得他拂袖而去。这东西根本就一文不值。今天将军府要抓人，太子也做不了主。你们两个文盲，连《孙子兵法》都看不懂，你们一定会后悔的。后悔？等我把你的祖宅变卖充公，再把你发配充军，看看后悔的是谁。老将军，您来的正好，我们已经困住他了。太子殿下，您就亲眼看着沈思贤被拆穿吧。老将军，请受老夫一拜。请受老朽一拜。我没看错吧？霍老将军竟然给他行如此大礼！老将军，快请起，思璇受不起这份殊荣。老夫三生有幸能拜读《孙子兵法》这样的著作，有此奇书相助，此战可谓胜券在握。你们听到没有？思贤的贡献不可轻量啊！区区小事，能帮到前线将士就好。老将军，沈思贤承诺捐款万金，结果只拿出一本破书，你可不能看在和沈家是世交的份上，就偏袒他。萧云熙，这些人不懂军事，难道连你也看不出《孙子兵法》的奥妙吗？我看的就是小孩子把戏，写出来糊弄人的。老将军，今日将军府请来诸位，是为了筹集军费。这本兵法虽有可取之处，但它不是真金白银，也解决不了军费的问题。老将军一家之言，只怕难以服众啊。就是，要是这书有用，咱们都捐书好了，还捐什么钱啊？我看将军是老糊涂了，被这种人骗得团团转。只怕老将军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和沈思贤串通好了来糊弄我们呢。萧云熙，你血口喷人！当初是你发誓要拿出1万两黄金以作表率，现在拿不出来就想耍赖，居然还敢串通老将军作假！你们沈家真是没有一个好东西！沈思贤，你疯了！打的就是你这张臭嘴，再敢污蔑老将军，我连你一起打！思贤考虑不周，有损将军名望，请老将军责罚。你还是那么懂事，老夫从容数十载，为朝廷立功无数，岂能是他人3言2语就能动摇的？仅凭这本兵法，4言就足以名垂青史。萧云熙，你有眼不识泰山也就罢了，居然还敢煽动打压！我看你这个将军当的是太轻松了。末将一时失言，请老将军息怒。我也按照兵书上的谋略，下令牵制敌军，大大缓解了前线压力。要不是思贤的兵书，你们只怕早已死在敌军的刀剑之下了。多谢沈小姐救命之恩，吴家愿追随沈小姐捐款5000两，袁家愿追随沈小姐捐款1万两。我受了这么多委屈，是该好好出口气了。你已经打了我一巴掌，还想怎么样？少跟我装糊涂！你刚才不是和我赌，输了就要卸甲归田吗？我看今天天气不错，萧将军回家种地去吧。我警告过你，别和他赌。我萧家儿女自然会说到做到。不过大敌当前，我宁可战死沙场，也不会躲到乡下去。
萧云熙，你这脸皮可不是一般的厚。圣旨到！一定是父皇看了你的兵书，又下旨嘉奖你。奉天承运，皇上诏曰：沈思贤即刻信京，不得有误。钦此。这就完了？说好的嘉奖呢？苏公公，父皇只说了这些。皇上看了殿下送去的兵书，立刻下旨急诏。沈小姐，请吧。哎，你们怎么把我当犯人啊？皇上怎么会这样对待思贤？难道是因为兵书的缘故？我就知道他这些挂招根本入不了皇上的法眼。这本《孙子兵法》是你写的，朕竟不知道，朕的义妹是个不出世的兵家奇才。我这位皇兄疑心还挺重，我得想办法蒙混过关。私行愚钝，自然写不出此等传世著作。真正的作者，其实是这位孙子。此人现在何处？为谁效力？他不是人，他是传说中的齐天大圣孙悟空。我就不信四大名著还唬不住你。孙悟空，孙悟空从开天辟地的仙石中孕育而生，他的故事说来话长。思璇被父皇召进去3个时辰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听说二弟献上一本兵书，惹得父皇勃然大怒。二弟拍马屁的功夫真是越来越差劲了。大哥说笑了，你我为父皇分忧是儿臣的本分。你身为皇子，却和兵部纠缠不清，这在父皇眼中可是大忌。连沈思熟这种祸害你都敢沾染，你就等着迎接父皇的怒火吧。哈哈哈哈哈！原来如此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快进来听《西游记》的故事。父皇，你不是要拿兵书和沈思璇算账吗？你不会被他气糊涂了吧？父皇，你不会被他气糊涂了吧？放肆！这《孙子兵法》可是悟空历经9981难前去西天求取而来的，如今此书重新现世，乃是云国天命所归。父皇所言极是，你们都进来。前线战事吃紧，国库却拨不出更多军费，你们可有解决之法呀？儿臣以为需要向百姓加征税款，补给军饷，一同渡过难关。儿臣以为不妥。眼下兵戈四处，百姓本就苦于生计，若再强征税款，只怕会招致民怨，腹背受敌。哼，父皇还没表态，二弟弟就想替父皇做主，你是急着取而代之了。你，父皇，儿臣绝无此意。你这人说话也太难听了，言辞明明是为了皇兄着想。一个女人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我是皇兄的义妹，论辈分，你要叫我一声小姨。长辈说话还有你插嘴的道理？下去。皇兄，各地服商都在囤粮，要收税也该收这些有钱人的税。说的简单，钱在人家的口袋里，你怎么收？卖保险。保险？这保险是什么东西？由兵部出面为富商估值担保，收取保费。他们为了自保，必然会慷慨解囊，寻求庇护。如此一来，军费得到了补充，百姓们也更加安全，真是个两全其美的妙计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只有涉及到自身的安危和利益，这群资本家才舍得掏钱。资本家？就是有充足资金，又怕丢了老本人。
还挺贴切。如此一来，军费问题就能得到大大缓解。沈思贤，你说的轻巧，可如果真出了问题，谁来赔这笔钱呢？你不想向百姓征税，无非是妇人之仁，一个出身闺娥的弱女子，还是别在这纸上谈兵了。父皇，这保险简直闻所未闻，儿臣可以断定，不会有人来残保，此事只会沦为笑柄。皇子这么自信，敢和我赌一局吗？萧将军差点被你赌得解甲推田，本王才不会上你的当。连这点魄力都没有，那你给小姨道个歉，小姨不和你计较。你赌就赌，但凡有10户人家参保，我就给你鞠躬道歉。我在来的路上就把保险的消息放了出去，转眼就有100户富商联名投保。100户，这怎么可能？好侄儿，先给我道歉吧。好侄儿，先给我道歉吧。你做梦！这分明是你早有预谋。楚萌，有人删保是好事，这说明保险行得通啊。你可别闹小孩子脾气。对不起，小姨。这就对了嘛。看来私刑的法子奏效了。既然如此，言辞，这推行保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儿臣明白，只是这保险还需要个名字。防敌、防灾、防意外，保人、保财、保平安，就叫云国平安吧。好名字！朝廷的军费拨下来了，先给将士们改善下伙食吧。30万两，这怎么多了这么多？老将军，之前不是国库空虚，无钱可用吗？朝廷推行了一种叫“云国平安”的保险，各地富商争相探保，解决了燃眉之急呀。如此一来，前线再无后顾之忧。皇上果真圣明，能想出这样的好办法。这可不是皇上的主意，那就是大皇子。难道是2皇子？这么古灵精怪的点子，也只有沈思贤想得出来了。什么？怎么又是他？我以前怎么没看出，他还有这样的头脑？这3年，你和萧将军驰骋沙场，何曾真正的了解思贤？过眼云烟罢了，没什么可惜的。老将军，沈思贤现在还在沈府吗？他眼下正在宫中和皇上商议国事，你一时半会儿见不到他了。商议国事，皇上竟如此看重他？那是当然。思贤奉上《孙子兵法》，又解决了军费难题，多罗国势力节节败退，皇上怎么可能不倚仗他？你们好好休息，只要按兵书行事，此战不日便可告捷。老将军慢走。如此看来，多罗国坚持不了多久了。裴景山，你当这是好事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沈思贤现在步步高升，迟早爬到你我头上，我们却连半点功名都没立下。等战事结束，你我还在将军府原地踏步，他却飞上枝头变凤凰。我萧云溪嫁进来将军府，可不是为了被人当笑话看的。2位将军如此上进，本王甚是欣慰。大皇子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恭喜裴将军啊！沈思贤在朝上风头无两，将军府真是培养出了一个人才。大皇子说笑了，我和思璇已经和离，现在云溪才是我的妻子。我和景山出身江门，只在乎杀敌立功，他那样的手段，我们不屑去做。眼看着仗要打完了，你们却没赢下什么功名。往后沈思贤平步青云，你们只能躺在功劳担上，恐怕也吃不了几年老本了。
大皇子不妨有话直说。你觉得沈思言为什么又写兵书又凑军费？他还是舍不得离开将军府。他做的这些都是在为你铺路啊。是啊，他这2次都帮将军府渡过了难关。他果然还是放不下将军夫人的位置。只要战争不结束，你们就还有立功的机会。可照目前形势判断，多罗国很快就会投降了。他们要是死了，多罗国不会善罢甘休。残害俘虏可是大忌，你想挑动2国继续交战？那又怎么样？既然沈思贤把功劳送到咱们手上，那咱们就好好把握。这保险的账，二弟查得如何了？各地军费充足，多亏了思贤的云国平安，此战十拿9稳了。不用客气，这功劳是我应得的。沈思贤，你不会得意太久的。父皇得知此事，一定会龙颜大惧。二弟在他心中的分量，又要重上几分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你没安好心。说，你又想干什么？小姨冤枉我了。我只是听说多罗国已经在考虑和谈了。这么快就要投降？我还以为他们会多撑一会儿。如此说来，战争就要结束了，这下父皇就能安心了。不对，敌国俘虏都在将军府手上，这个节骨眼儿，我不能让裴景山给我添乱。这沈思贤的头脑果真敏锐，这么快就反应过来了。让开，我得去将军府一趟。哎呀，小姨，裴将军行事沉稳，一定不会出错的。小姨，不好了，沈小姐，将军府杀光了俘虏，敌国全线开战了。什么？裴景山对俘虏下手了。这下多罗国全线开战，只怕没有和谈的可能了。可惜小姨一番算计，落了个前功尽弃呀。他们马上就要投降了，裴景山怎么能做出残害俘虏这样不仁不义的事情？裴将军对外宣称，是沈小姐让他做的。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？无论如何，消息已经传到皇上那儿了，还请沈小姐尽快想出对策。事出突然，父皇一定会动怒。不如现在就派人护送小姨出宫，以免她受到牵连。好。慢着，我若临阵脱逃，所有人都会认定是我干的。你说是帮我，其实是想让我背锅吧？沈思贤，本王对你处处礼让，你再敢污蔑，别怪本王翻脸不认人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前几天去过将军府。说，是不是你让裴景山陷害我的？皇上驾到！沈思贤，你还敢对朕的皇子下手？给朕跪下！沈思贤，你残害俘虏，挑动战争，还不给朕跪下！皇兄，此事是将军府先斩后奏，陷害于我，大皇子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。满口胡言，还不给父皇跪下！你，把他也给我按住！
简直是岂有此理！你跟着沈思音学成了这副混账样子！皇兄，思音所言句句属实，只要让我去将军府对质，真相便可水落石出。又是将军府。大皇子说你对裴景山旧情未了，朕还不信。如今看来，你对将军府简直是念念无忘。什么？你写兵书筹剧费，杀俘虏，不就是为了给裴景山铺路，为将军府造势吗？你这种小女子只知道儿女情长，根本不堪大用。皇兄，我为国效力，只为沈家光耀门楣，难道因为我嫁过将军府，从此我的一生就要打上他裴炳山的烙印吗？你一介女流，又不能像萧将军那样上阵杀敌，光耀门楣谈何容易？谁说我不行？既然我在宫中没有立足之地，那我就自请出战，以战证明。什么？你要上阵杀敌？什么？你要上阵杀敌？不错，既然辩解无用，臣女愿以一战之力了结这场风波。沈思璇，你当战场是什么地方？就凭你这点花拳绣腿，活得过1个时辰吗？我只知道，我的水平教训你绰绰有余，其余的用不着你操心。你连萧将军这样出身部门、万里挑一的女将，都要身经百战才能赢得朕的信任，你想上战场，简直痴人说梦。思璇，你虽然精通兵法，但实战太过危险，还是不要逞强的好。我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，他不能做回将军府的娇妻，就想去战场和裴平山比翼双飞。不过是些小女子的心机罢了。沈思贤，你就留在宫中，等待朕的发落，别再异想天开了。你要干什么？父皇救我！你竟然会武功！现在我有上战场的资格了吗？沈思贤，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？思贤一身本领，只为保家卫国。我希望皇兄知道，就算不是出身江门，一样可以为国效力。好，朕的侍卫都是千里挑一的精英，可在你手上连3招都招架不住。如此实力，朕也不敢小瞧啊。即便如此，他残害俘虏，挑起战争，难道您就不计较了吗？你前几日才去过将军府，若要细查，恐怕你也脱不开干系吧。父皇，我事已至此，如何平息战事才是关键。孰是孰非，我自会在战场上证明。除此之外，思贤还有一事相求。将军府或许是我前半生的港湾，但往后余生，我不想被旧人旧事拖累。朕会昭告天下，沈家与将军府再无姻亲，任何人再敢拿这件事做违章，朕绝不轻饶。那我便即刻启程。此去路远，思贤拜别皇兄。此符可以调动3军，你携带此物，如同朕御驾亲征。来人呐，为我义妹送行。必胜！必胜！必胜！思贤，你势单力薄，
就算去了前线，一个人也改变不了战局。我想和你同去。皇兄要是发现我把你拐走了，非把咱们一起抓回来不可。再说了，我可没说是我一个人去前线，我要带去的是这个。这是战甲？错，这叫防弹衣。防弹衣？这所用材料不过棉麻纺布，夹杂坚硬质量。就算层层堆叠，恐怕效果也不如战甲啊。这可是未来级别的黑科技，你当然看不透了。别看它用料简单，但它防刺防割，保护躯干要害，又不影响动作。一旦普及，绝对是战场上碾压级别的存在。你要是真想帮我，就把这份图纸送去将军府参加评选。我知道了。刀剑无眼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明日就是评选大会了，我萧家祖传的战甲图谱必须拔得头筹，不准出任何差错。是。萧将军，这是沈思言送来评选的图谱。他也要参选？这堆烂布片破线头，也配叫战甲？沈思贤，你真是病急乱投膏，连这种垃圾都敢送来参选。若是将士们穿着这种东西上战场，只怕死伤惨重，沈思贤也难辞其咎。去做好准备，明日的评选大会，我要让他颜面扫地。今日你我夺回一城，战报已经交送皇上。云溪，我们终于立功了。你我联手，当然所向披靡。你就等着皇上奖励我们吧。此行如同御驾亲征，我一定要大展拳脚。沈思贤，你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！我奉皇上之命来参军报道。你参军？要是穿上一身战衣就能冒充将士，那这天底下的阿猫阿狗岂不都能上阵杀敌了？我不是冒充的，这是皇上特批的通关文牒，你们一看便知。还真是皇上亲笔，可皇上怎么会派他来将军府？皇上肯定以为是他下令处死俘虏，一怒之下把他发配充军了。沈思贤，你想留下可以，但你要先过本将军这一关。萧将军有何见教？新兵入队，要伺候将军卸甲。你先把我的靴子脱下来。萧将军，文斗武斗我都愿意奉陪，可你这样公报私仇，我恕难从命。本将军让你做什么，你就要做什么。要是连军令如山的道理都不懂，你有什么资格留在将军府？沈思贤，你还以为自己是将军府的女主人吗？你被我扫地出门的那一刻起，这里就是你只能仰望的存在。你要想留下来，最好收起这副娇滴滴的大小姐做派。这是我来报道的第一天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好，我脱。怎么连这点事都做不好？你离开了将军府，就忘了怎么伺候人吗？萧云溪，你不抬脚我怎么脱？那是你的问题，自己想办法。这是你逼我的。
沈思贤，你找死！萧将军，拿好你的破鞋。沈思贤，你敢对将军动手？还和他废话什么？现在就军法处置了他！老夫倒要听听你能说出哪条军法来。思云见过老将军。老将军，沈思贤以下犯上，目无法纪，这已经足够判罚了。当老夫没长眼吗？明明是你强人所难，侮辱在先。若老夫让你脱靴，你又该如何？沈思贤只是新兵，他怎么能和本将军相提并论？大战当前，一视同仁。明日就是兵部战检的评选大会了，你们最好别让老夫失望。我们走。老将军，你没事吧？他们两个在军中肆意妄为，老夫是越来越压不住了。我本指望你能斥衡他们，可你送来评选的那个防弹衣，别说在军中立威了，只怕会成为众人笑柄了。老将军放心，我有信心在评选大会上一鸣惊人。老夫见过无数战甲，还能分不出好坏吗？沈思贤只靠小聪明是打不了胜仗的，你还是好自为之吧。今日战甲评选大会共有6家入选，优胜者将得到兵部采用，为我云国将士保驾护航，家族荣耀也将流传后世。这些战甲将由裴将军统一试验，以示公允。听说沈家的战甲是布做的，裴将军可别把人砍成2半了。沈思贤，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，若真出了意外，你可担待不起。多说无益，开始吧。先从萧家的战甲开始。不愧是萧家打造，简直坚不可摧啊！我看也没有比下去的必要了，不如就判萧家胜出吧。老将军，其他几家不比也就罢了，这沈家不假，独领风骚，你可得让我们开开眼啊！是啊。既然如此，便让裴将军一试吧。思言，你这么有把握，那我可要用出全力了。这防弹衣竟然这么结实，他连子弹都能挡住，这些冷兵器算得了什么？不好了，你们快看！怎么会这样？沈姑娘，你的战甲不堪一击啊！你没事吧？寻常刀剑怎么砍得破防弹衣？这些战甲你们都要认真制作，除了沈家送来的防弹衣，你们只要把样子做出来就好。我要让他在这上面栽个大跟头。沈思贤，你就用这种垃圾代表沈家出席吗？这种东西要是真被你蒙混过关，岂不是会害了所有上战场的将士？我就知道这衣服徒有其表，所以没使出全力。沈姑娘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这防弹衣只有薄薄一层布料，
一定是有人偷工减料了。我要亲手做一件新的，这次一定没问题。如果失败，我甘受任何惩罚。亲手做一件新的。沈思贤，你是大小姐当惯了，以为打造战甲和你绣花缝鞋一样简单吗？如果我做出来的防弹衣还是不堪一击，那我就任凭你们处置。沈思乔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先下去疗伤。今日大会到此为止。慢着，他都开口了，将军府哪有不成全的道理？只不过你这次要是再失败，我就按军法处置，把你发配守边，至死不得回。一言为定。思贤，你糊涂啊！老将军，思贤自有把握。他还真做出来了。那又怎么样？上一个人被砍成那样，谁还敢穿啊？不用别人，我自己来。你疯了！这可是要挨刀子的。如果连这点自信都没有，我也不会站在这里。不知好歹，我这就给你好看！萧将军就这点力道，你现在能证明这防弹衣的实力了吧？我来！你小心！这刀下去，沈小姐绝无活路啊！裴景山，你竟敢偷袭！他觉得自己能扛住这刀，这是他自找的。啊！思贤，你没事吧？这怎么可能？两位将军用尽全力，都砍不破这防弹衣。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老夫宣布，沈家胜出。各位还有什么异议吗？在下心服口服。那就请阁下传令兵部批量生产防弹衣，保护我云国将士。慢着，他能扛住这几刀，纯粹是运气好，否则之前那件防弹衣也不会被我一刀击破。说得好，所有战甲都是将军府统一制作，为什么只有我的防弹衣粗制滥造？背后肯定有人搞鬼。我记得是萧云熙负责监督。你为了萧家战甲入选，不惜在别人的东西上动手脚，这就是将门的公允之道吗？把工匠带来！老将军饶命！萧将军只给了几百两制作费，我们只能偷工减料啊！什么？私银筹来的军费足有30万两，萧云熙，这钱都去哪儿了？萧云熙，这钱都去哪儿了？我素日带兵打仗，本就不善记账，这钱的事情我也说不清楚。你说不清，我来帮你说。你费尽心机，就是想让萧家战甲脱颖而出，到时候你就以将军府之名，委托萧家制作战甲，把几10万两军费都洗进你萧家的金库。你们要是不信，去他房间里搜搜看，一定有和萧家往来的书信。
乔云熙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萧家竟出了这样一个败类！哼！我萧云熙对天发誓，绝对没有中饱私囊。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搜。云熙，不能去啊！为什么？你家人一直看不起我，我为了证明自己，就私下和他们做了这笔交易。所以真的有往来信函。裴景山，我杀了你！我家世代忠良，一世英名，都被你给毁了。老将军，是他干的，我是无辜的。少废话，把他关到兵营里严加看护。等到战后，老夫再和他算这笔账。景山，救我！景山，救我！思贤，还好你看破了他的奸计，不然我还被蒙在鼓里。我等这就回禀皇上，还请将军府尽快赶制这批防弹衣。告辞。思妍，你筹来的军费，交给谁我都不放心。不如你就留在将军府，用你筹来的钱，做好你设计的战甲，也算是功德圆满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免得再有人心怀不轨。既然云溪还要闭门思过，不如就把副官的位置也交给司仪，有你辅佐，一定事半功倍。这里还保留着你走时的陈设，一点也没变。思贤，你一个人过得还好吗？我要是过得不好，你现在也不会巴结我。昨天你还说这将军府是我只能仰望的存在，现在摆出这副深情给谁看？沈思前，你还是那么不识抬举！你以为坐上云溪的位置，就能在将军府呼风唤雨了？当然不会了，毕竟在他之上还有你。如果我看中了你的位置，你又能做到几时呢？这就是你的目的，从我手上夺走将军府，报复我。裴将军，别太高估自己，我随口一说而已。以前觉得这将军府又大又威严，如今看来，不过一方小小天地，根本困不住我。你也一样。时候不早了，裴将军请回吧。也不知道芝兰和王婶在沈府过得好不好。希望这场风波平息以后，一切都能回到正轨吧。裴景山，你有完没完？老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景山又惹你生气了吧？老夫人请进，有话不妨直说。思贤，回来吧。以前是你配不上景山，所以才被萧云溪趁虚而入。如今你证明了自己，他不会再变心了。我靠着自己一步步走回这里。夫人，你还想让我做无力自保的夫人？不可能。现在是将军府需要我，不是我需要他。还不是因为你坚持合理，将军府才走到这般田地。我是不是要给你跪下，你才肯回头？
老夫人，你先起来。沈思贤，你在干什么？是老夫人撒泼耍赖，你少来找我麻烦。娘，你用不着求他，我们走。儿啊，云溪都被老将军关起来了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急呀？他在沈思贤面前耀武扬威，差点把我也拉下水。先关着冷静冷静，过几日就要和敌军交战。萧云溪真是沉不住气。我听说沈思贤是皇上跟前的红人，最近更是屡立奇功，威名赫赫。你和他毕竟是往日夫妻，要不和他低个头，好让他也帮帮你。我堂堂7尺男人，凭什么向他低头？你，自从你和沈思璇和离，你可知道外面的人怎么看我们？以前路过将军府，谁不夸一句好？现在呢，人家生怕和将军府沾上半点关系。你和萧云溪闹出这么多丑事，我的脸都快被丢尽了。娘，你说够了没有？当初沈思跟和离，你不也是举双手赞成吗？云溪，你不是被关在兵营吗？我家人出面向老将军求情，这才将我软禁在将军府。听说沈思贤已经做了副官，过几日就要和你一起出战了。云溪，这次是我连累了你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你帮我，你不害我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景山，不能让他再回将军府。好不容易赶走了这个祸害，你又想重蹈覆辙吗？娘，我们两个的事你就别操心了，你先出去，我和云溪说会儿话。这个家迟早败在你们手里。你们很快就要带兵出征，我要想翻身，只能借这次机会立功。可沈思贤现在是副官，有老将军盯着，我也不好给你制造机会啊。用不着你亲自出马，你只要派几个将军府中心的将士去前线诱敌深入，等敌军上钩，我就去杀敌立功。敌众我寡，我派去的人岂不是有去无回？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他们效忠将军府，就该做好牺牲的准备。到时候你把责任推给沈思贤就行了。怎么，舍不得了？别忘了，是你把我害成这样。你要是不同意，我就把你也拉下水。好了，不就是几条人命吗？我会好好补偿他们的家人的。沈思贤，既然你不肯回头，那就别怪我无情。敌军深夜突袭，裴将军已经带兵应对，剩下的人听我指挥，随时支援。是。沈小姐，诱敌深入的小队怎么办？是啊，他们已经出发，此刻应该遭遇敌军了。敌众我寡，此时诱敌就是自杀，这是裴将军的命令。沈小姐怕是忘了，这可是你的命令，我从未下令诱敌。萧云逸，你想陷害我？这将军府处处是我的喉拙眼线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所有人立刻出发支援，一定要把诱敌小队安全带回来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跟我走啊！我们只听裴将军和萧将军的命令。人命关天，你们难道要见死不救吗？别白费功夫了，你使唤不动他们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使唤不动？我和景山才是将军府真正的主人，你
就是个笑话。这是御赐兵符，皇上怎么可能把它给你？见此兵符，如朕亲征。这是御赐兵符，皇上怎么可能把它给你？见此兵符，如朕亲征。你们统统受我统帅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萧云熙，你还不跪？就算你有兵符又如何？难不成你会为了几个诱客的将士亲自去前线救人吗？与其和你勾心斗角，我宁愿去战场杀个痛快。众将士听令，随我入战，把将士们安全带回来。是。沈思贤，你居然真的敢带兵出战，那我就等着你战死的好消息。沈思贤那些人还是没消息吗？时间也差不多了，立刻集结人马，本将军该去立功了。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本王听说开战，第一时间赶来了。沈思贤在哪儿？沈小姐不听本将军的命令，自己带兵出发了。什么？你怎么能让他参战？这事和我可没有关系。他在前线抗敌，你一个将军却躲在后方，你要作何解释？我不好了，沈小姐和将士被敌军围困城外，危在旦夕。不好了，沈小姐和将士被敌军围困城外，危在旦夕。立刻叫上将军府所有剩余人马，本王要去接他回来。殿下不可！要是您在战场有个闪失，末将万死难辞其咎啊！你敢拦我？让开！战事紧急，恕末将不能从命。既然如此，本王就在将军府等着。你们去救思璇回来。我不能派将士们去送死。沈思贤是咎由自取，死有余辜。萧将军，你是铁了心要抗旨了？抗旨又如何？景山，你回来了，战况如何？敌天人多势众，我们只能先行撤退。撤军？你这不是把思贤留在外面等死吗？本王命令你立刻派兵接应。景山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，殿下又要派他去送死，我绝不答应。沈思贤擅自离开，想必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，请陛下节哀。让开，否则本王杀也要从这里杀出去。沈小姐回来了。你们没想到我还会回来吧？如今沈小姐回来了，殿下也该放心了吧？思璇，我和老将军迟迟等不来援军，只好杀出一条血路，其余将士全部战死，请殿下追封他们为烈士，再把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你放心，本王一定做到。还有什么可查的？是你沈思贤一意孤行，害死了这么多将士，你该当何罪？明明是你为了立功，派人去送死，要不是我带兵救人，他们连一个时辰都撑不下去。我那是服从军令安排，你却自作主张，打乱了计划，我道道该治你个贻误战机之罪。
沈思贤，说话要讲证据。但凡有一个将士能站出来，证明此事是云溪所为，我就信你一次。他们已经战死，谁还能为我证明？哼，那就是死无对证，还废话什么？把沈思贤给我抓起来！我看谁敢！老将军，你还活着！老将军，你还活着！将军，老夫知道他们会针对你，就是豁出一条命，老夫也要回来给你撑腰。萧云溪，你为了诱敌立功，不惜牺牲同袍，此事为天下所不齿，你还有何颜面站在这里？老将军，你听我解释！你给我闭嘴！将军，你和沈思贤已经平安归来，为什么还要咬着云溪不放？我们是踏着将士的尸骨回来的，他们对将军府忠心耿耿，却被你们骗去做诱饵，到死都被蒙在鼓里。要不是老将军还活着，我此刻已经被你们打成罪人，你们还要给自己记一笔功勋。殿下，思贤所言非虚，老夫能为他证明。这二人心术不正，断不可再留。来人啊，把他们押送京城，请父皇发落。慢着，二弟好大的口气！二弟好大的口气！大皇子，您来了。眼看敌军取得了胜利，要是二位将军被撤了，谁来带兵打仗？皇兄，他们触犯军法，理应判罚。那你就放心把云国的未来交给这个老东西，还是要靠这个弱女子带兵出征啊？谁说我不行？这是战死的将士用生命换来的情报。多连国已经攻下一城，不出数日，他们一定会对朱阳城下手。只要按我的策略行事，我敢保证，朱阳城就是敌军的坟墓。我和景山还没开口，你有什么资格对战士侃侃而谈？你不过是侥幸捡回一条命而已，别把自己当成巾帼英雄了。那你和裴将军又有多少把握能守住这座城？此战损失惨重，以现有兵力守城，只怕难以登天。思贤，你真的有把握？我之前哪次掉过链子？大皇子，那就依沈思贤所言，让他上任将军，指挥战局。裴景山，你真的要让权给他？裴景山，你真的要让权给他？枪打出头鸟，这一仗他只会身败名裂。老夫愿以身家性命担保，为思贤背书。我也支持思贤，父皇那边我会去说明情况的。不用了，我会禀告父皇的。既然你们这么看好沈思贤，我相信他不会让父皇失望。多谢各位，思妍一定不负所托。已经3天了，沈思贤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义军统帅的压力何其之大，恐怕他已经被吓破胆了。思妍，敌军已经在朱阳城外集结了，你到底有主意了没？我打算和他们唱一出空城计。空城计？请您带兵前往朱阳城，疏散全城百姓，再打开城门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要开放城门？
你这不是把整座城都送给敌军了吗？就是要送给他们，不过有3个前提：一，尽可能留下财物，还要把财物留给敌军。沈思璇，你是不是脑子傻了？第二，带走所有粮食。第三，给所有水井投下黄芪粉。黄芪粉？那不是治病的药材吗？是用来泌尿的，这药粉无色无味，溶于水中不会被发现。敌军喝了城里的井水，不出半日就会上吐下泻，浑身无力。等他们以为是水土不败、军心涣散的时候，我们再动手。这就够了，我的计谋成了一半。沈思璇，这就是你憋了3天的计谋，把我云国城池拱手相让，你这是叛国！我不指望你们能理解我的战略。老将军为云国立下汗马功劳，你却让他弃城逃跑。老将军，你要当心晚节不保啊！思贤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老将军恕罪，我现在不能如实相告，只求您相信思贤，我一心为国，绝无二心。好，敌众我寡，相迎只能出其不意，老夫就拿这条命陪你赌一场。立刻给大皇子传信，就说沈思贤割城献地，疑似谋反。谋反？沈思强是朕的义妹，他绝不会谋反。可他割城献地，让朱阳城的百姓流离失所，民不聊生啊！他这么做也许有他的道理。思贤的谋略向来是出人意料的。父皇是被二弟和他联手给骗了。自从沈思贤回到将军府，萧云熙入狱，霍老将军重伤，他夺取了裴锦山的指挥大权，造成将士伤亡无数。朕怎么没有听到一点消息？二弟对此多有隐瞒，所以我才说是他们联手骗了你。岂有此理！朕要亲自去问个明白。老将军，事情办得如何了？城内百姓已经尽数撤离，敌军在城中搜刮财物，庆功祝贺。距离敌军入关只剩下最后一座城池了。思贤，你不是说计谋成了一半吗？这剩下的一半到底是什么？我已经把最后一座城池清空，如今城门大开，只等敌军上门了。什么？连送2座城池，这就是你的计谋？正是。思言，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？沈思贤，你……老将军，皇上驾到！沈思贤，你可知罪？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内，皇上只要静观其变即可。静观其变？你夺权之后连送2座城池，朕再纵容下去，只怕你要送的就是朕的皇位了。沈思贤，死到临头你还在嘴硬，我已经把你的所作所为统统告诉了皇上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朕一直以来看护有家的义妹，竟犯下十恶不赦的大罪。来人呐，把她给我带走。皇上，我只要1个时辰，我保证收复城池，击退敌军。1个时辰？沈思贤，你就别装神弄鬼了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你什么都改变不了。不好了！皇上，堕落国已经占了最后一座城池，他们派来使者，要求云国投降。看来用不了1个时辰，请使者进来。堕落国使者乌勒觐见。你就是云国的皇帝？大胆！见到皇上还不跪拜？哼，手下败将而已，你们想要投降，应该给我下跪。你找死！不用跟他逞口舌之快。使者，你想让云国投降？我们已经打下了3座城池，要是不投降，我们就会杀光你们的男人，抢走你们的女人。
就从你开始。放肆！你可知道他是何人？哼，他不是新上任的沈将军吗？你们云国人真是愚蠢，竟然把指挥权交给一个软弱的女人。就是他亲手把2座城池送给了我们多罗国。沈思贤，话已至此，你要如何应对啊？沈思贤，话已至此，你要如何应对啊？皇上，我看他根本就是敌国的奸细，干脆把他这个使者一起斩了，好叫他们知道云国不是好惹的。哼，美女放心，我是不会让云国皇帝杀了你的。你送给我们城池有功劳，我会把你变成我的奴婢，好好疼爱。你可有想过，收下这2座城池的代价是什么？代价？我在空城之中没有留下任何粮食和水源，仅靠你们的储备，士兵连吃饱都难，更何况要占据2座空城呢？我们会继续进攻，抢你们的粮食吃。你们的军队为了争抢城里的财宝，不得兵分2路，霸占2座城池，士兵各自为战，又吃不饱肚子，根本就是不堪一击。好，原来这就是你的计谋，空城诱敌，断其粮草，然后再一网打尽。皇上圣明。你们别想骗我，不投降是吧？那我就让军队杀过来。不好了，吴乐！慌张什么？说！云国军队封锁了城门，我们的人被困住了。什么？狡猾的云国人，这是你们的陷阱！兵不厌诈，愿赌服输。吴乐，只要你承认多罗是云国的附属，朕就给你一个投降的机会。我们还没输，多罗男儿绝不会轻易投降。不投降也可以，皇上宽容大度，自然会让你安全回城。不过城里满是饥肠辘辘的多罗人，你会成为他们的第1顿饱饭。吴乐，云国军队在城外炖肉喝酒，他们说只要投降就有肉吃，我们坚持不了多久了。你这个女人，我真是小看你了。现在投降，朕让你们吃饱回家。再敢顽固不化，这2座城就是你们的埋骨地。你们先拿出粮草，我再考虑撤军，否则我们血战到底。乌勒使者，你以为我只会空城诱敌？云国3军严阵以待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他们就会踏破多罗国。你们的主力被困城中，如何与我抗衡？除非你现在五体投地，祈求皇上垂怜，否则我就以多罗人的血，祭我云国战死的英魂。我们投降，多罗愿以云国为上国，祈求皇上垂怜。我承诺过，1个时辰之内扭转战局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费兵卒，退敌千里。思贤啊，你让朕刮目相看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还不是怪这群多罗人太蠢，连这种把戏都看不出来。是吗？败在他们手上的你，又有多高明呢？以后每年皇上寿辰，你们都要朝贡500匹骏马，1000头肥羊。当然，这是应该的。皇上还有要求吗？只要你们以云国为尊，互不侵犯，朕可以原谅你们。感谢皇上恩典。沈将军，那粮草，拿着朕的手谕，你们就能安全回去。谢谢沈将军。这出空城计骗了皇上，请皇上恕我欺君之罪。你想邀功就直说，不必演这出苦肉计。多罗投诚，治好了朕的一块心病，这是你的功劳啊！还要多谢裴景山，要不是他和大皇子通风报信，
我也做不成这个局。哦，还有这种事？要不是你和大皇子在皇上面前抹黑我，也不会有今日这个局面了。沈思贤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！大皇子在哪儿？把他叫出来！父皇，这个叛贼怎么还在这儿？皇上，无论您对思言作何处罚，末将都愿一人承担。老将军多虑了，多罗国已经投降，沈思璇是最大的功臣啊。什么当真？您不用再担惊受怕了。他们投降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楚蒙，你勾结将军府，污蔑沈思言，到底是何居心？儿臣没有啊！皇上，大皇子想争皇位，打击二皇子，我是被逼无奈才跟他合作的。裴景山，你好啊！你为了朕的皇位，竟敢置云国安危于不顾！言辞，儿臣在，以后就由你执掌东宫大权，在朕身边辅佐，学习治国之术。谢父皇，儿臣必定全力以赴。父皇，那我呢？你这么在乎将军府，朕就废了你的皇子之位，你跟着裴将军做个小兵吧。什么？父皇，您不要儿子了吗？朕身边容不下你这样心思阴暗的小人。皇上，我和景山忠心耿耿，要不是将军府给沈思贤做靠山，他怎么会有今天的地位？靠山？你们在思贤背后造谣挖苦、污蔑陷害，他被害的还少吗？思贤，如何处置他们，你说了算。公事公办，请老将军把他们的罪行一一查清后，一并惩治。好，老将军，你来执掌将军府，处理多罗国的后续事宜。皇上，末将年事已高，只怕有心无力。再说思贤已经赢得了这个位置，朕知道，朕是要先带思贤回宫接受嘉奖，再让他接管将军府。嘉奖？你说过，你只想为沈家光耀门楣，朕便追封沈家家主为国公，世代继承。鉴于沈家只有你一个子嗣，便由你进京封赏。谢皇上隆恩。恭送国公。思贤，你最好别到处乱跑，否则皇上会以为你畏罪潜逃。我只想和你说几句话，我错了，我承认，我之前对你不好，把你对将军府的付出视作理所当然。我早该看出来，你的才能远胜于我。别拍马屁了，有话直说。这就是我的真心话。闭嘴！你这种男人，在我沈家连上桌吃饭的资格都没有，再敢对本将军出言不逊，军法处置。思言，你不想理我也行，你能不能在老将军面前美言两句？我娘年纪大了，她受不了刺激。你是想让我放过萧云熙？放过她做什么？她屡教不改，早就没救了。我是想求你帮我说两句好话，我们裴家就我一个独苗。我以为你是个有担当的男人，没想到你眼里只有你自己。思贤，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你就帮帮我吧。放肆！你这种自私的渣男也配翻身？你就乖乖等着皇上处置吧，后会无期。思贤，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本王这么信任你们，你们却处处都被沈思贤占了上风。你拿我撒气有什么用？
有本事你去除掉沈思贤啊！放肆！你怎么跟本王说话呢？你现在就是个将军府的小兵，论头衔，本将军在你之上，你连自己的位置都保不住，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老将军，我家人回信了吗？回了。我就知道他们不会放弃我的。你先别得意的太早。萧家知道了你加入将军府后的所作所为。不会的，我是萧家的骄傲，是巾帼英雄。他们不会不要我的，我要回家，让我回家。你造的孽，只有你自己来还。留在这里慢慢思过吧。爹娘，你们怎么能如此狠心啊？别哭了。沈思贤还在外面逍遥，你越惨他就越得意。你说的对，他把我害成这样，我要他死。沈思贤的一切本该是我的，是他抢了我的。他要是出事，楚燕慈肯定不会坐视不管。我正好把他们一网打尽。皇上赏了我黄金万两，良田百镇，以后我就是有田有房又有钱的富婆了。你就这么点追求？你懂什么？我的这么拼命努力，就是为了以后不努力。现在名也有了，钱也有了。二皇子告辞，我要回家享福去了。慢着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多罗国的事，朕还要找你商议。他们还敢闹事，我这就派人杀过去。他们被你收拾得服服帖帖，自然不敢再闹。不过附近的小国已经结成联盟，暗中对我云国不利啊。连多罗多都归分了，他们怎么还敢反抗？放任不管，日后必成大患。你要想回神府过清静日子，那就给朕出一个万全之策。我想提前退休，就这么难吗？皇兄，他们结成联盟，只是想要自保而已。朕知道，难道就让他们发展下去吗？赌不如输，皇上不如亲自入局。你是说，让朕加入联盟？云国何等地位，岂能和这些小国同坐？就因为云国凌驾在他们之上，皇上更要拿出上国气度，主动和他们通商啊！朕不喜欢受制于人。恰恰相反，您才是背后的操盘手。先用利益吸引他们入局，展示云国的诚意，再故意制造差距，让他们有人赚得多，有人赚得少。如此一来，他们便会忙于内斗，无力结盟对抗朕了。不愧是思璇，一开口就能说服父皇。朕果然没有看错你，
那通商之事，谁来负责？大侄子，这么好的锻炼机会，就交给你了。思贤，我还有事，先告辞啦。还好我跑得快，不然又被抓壮丁了。沈思贤，好久不见。沈思贤，你竟然蠢到一个人跑出皇宫，自己送上门来。你想做什么？你夺走了我的一切，不杀你，我难平心头之愤。明明是你和裴景山联手，把我赶出将军府，难道我就该任人宰割吗？你还敢提他？要不是你，景山怎么会弃我于不顾？你还看不清吗？他当初为了你放弃我，自然会为了别人放弃你。将军府永远会有下一位夫人，因为裴景山不爱任何人，他只在乎他自己。你闭嘴！如果你杀了我，他一定会出卖你，只有他会笑到最后。思贤，萧云熙，你在干什么？别过来，我杀了他！燕慈，你快走，这里危险。萧云熙，只要你不伤害思痕，你想要什么，本王都可以满足你。他只想报仇雪恨。如今二弟来了，一切都好办。你们串通好了，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。楚萌，原来是你！哼，外面已经被我的人包围了，你们害我丢了王位，早就该想到有今天。只要杀了二皇子，皇上就只能让楚萌继承大统，我和景山也会东山再起。你一死，没人会知道真相。来人，动手！裴景山，你来干什么？我的人呢？他们不会来了。景山，你疯了！把沈思贤放了。放了他？裴景山，你忘了他是怎么对我们的了？是非对错，你心中清楚。那我让你看看，什么叫一错再错！思贤，你手下败将，你也配做我的对手？我料到你们会对我下手，这招引蛇出洞，免费教你们。燕慈，去禀告皇上，让这两个人牢底坐穿。思贤，小心！景山，你为什么替他挡这一刀？我为了救你，被奸人刺伤。皇上看在我受伤的份上，一定会对我罪行从轻发落。他是故意的，就为了让皇上同情他。我说过，他只在乎他自己。父皇已经宣判了，楚盟谋反，杀无赦。萧云熙呢？萧云熙真心悔过，他被发配边疆，重新做人。倒是那个裴玉山，皇上不会放过他了吧？当然没有。父皇判他坐牢，
他竟为了逃狱跳下山崖，尸骨无存。一切都是他自找的，事情告一段落，我也该回家了。那可不行，父皇还等着见你呢。又怎么了？联盟的使者已经到了，你可是云国的侍爵、将军，还是国公，这么重要的场合当然不能缺席。我的退休计划又要推迟了。走吧，去会会他们。